Hello， 小伙伴们，现在是早上6点钟。作为荔枝原产地的我，今天就带大家去摘荔枝。大家现在起床了没有呢？你们看，早上不仅空气清新哦，这里草里还都是露水。顺便以我的角度让大家了解一下为什么荔枝有人觉得那么贵，有人觉得那么便宜。那么首先大家就要了解，荔枝的品种非常的多，有几百种。我操！其中种植率最高的就是我现在爬的这种黑叶荔枝。在90年代的时候，像这种黑叶荔枝呢，一斤在我们这边的收购价可以卖到6到7块钱，或者8到9块钱都有。那时候比1斤猪肉还要贵。大家要知道，在90年代，也就是我几岁的时候，那时候人民的普遍工资才6、700块钱一个月，然后它1斤收购价就可以卖到7、8块。然后那时候我爷爷啊，如果我们在树上这样子摘一颗拿来吃的话，会被骂的。连掉在地上的这种有被虫蛀过的，这个头有被虫蛀过的，1斤收购价都还可以卖到1块多。那时候我们都是提了一个小布袋，然后一颗一颗的树下去找去捡，然后去卖给人家，然后赚点零花钱。然后那时候每家每户的荔枝园呢，就会找个这样的空地。然后搭一个帐篷，差不多可以采摘的时候呢，要连夜把守的，而且偷摘这样一颗荔枝要罚50块钱，还要在全村的广播里面指名道姓的批评你。所以要知道那时候的荔枝有多么珍贵了吧？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开始呢，这种黑叶荔枝呢就被大规模的满山的种植。然后20年后的今天呢，现在物价飞涨，这个荔枝呢反而跌到现在才1块多啊，前几年的时候才5、6毛。然后这就是我为什么上次那么肯定这手指柠檬，只要我在这里把它种熟了，然后给我卖个，不要说200块钱，给我卖个1斤50块钱，我绝对有把握可以把它的价格给打下来。但问题是，上次我在家里开了好多花，我好高兴，我以为我已经种活了，然后没想到全部掉光光了，一颗果都没有结。后面我就把它移植到这边过来了，现在种在这里。这些呢，就是我家的凤花荔枝，我们叫红回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它们要成熟了，但是我家里也是一样没有打理，现在全部都是长在树上啊，小小个的，也只能晾在树上了。大家如果想吃的话，随便你们摘。所以我家的黑叶荔枝，你们看，草都比树还要高了。这几年呢都没有人去打理它。像这荔枝，如果你想让它正常生长的话，像这个一年到头来，你要给它除草、施肥、撒药，然后再采摘。当你拿去卖的时候，才能卖个2、300块钱，那还不如你去外面打工，1、2天的工钱就可以挣回来了。所以说，现在这些荔枝呢，现在有在打理呢，基本都是在老家身体还硬朗的一些老年人，或者退休的人啊，或者在家里待业的人啊，他们就会来稍微喷药、撒一撒，然后基本是打给自己吃的。然后我爷爷呢，现在已经80多岁了，然后身体没那么灵活了，所以我们这些呢就已经荒废了。想当初这些可是我爷爷的心血，不过还好，现在我们这边的农民呢，也基本不靠这荔枝生活了，所以影响不会很大。不过我爸爸那一辈呢，就是靠他们养大的。大家看一下，你看这边我们家没有打理的，杂草丛生。他这边隔壁呢，他那个老人家呢，他今年还有来打理，你看。那为什么这个黑叶荔枝现在广里的人少了，它还是卖不了价钱呢？这是因为呢，它核比较大，然后肉比较少。你们看它的一个核这么大，相比那些桂味啊、糯米糍啊，还有妃子笑那些呢，完全没有竞争优势啊。这个呢，就是桂味荔枝，大家看一下，桂味的荔枝呢，它外表是刺刺的，有点刺手，所以我们这边精一点的小孩呢，他就说吃荔枝要吃这种刺刺的荔枝。给大家试一下这个桂味荔枝。它肉质比较鲜甜，然后普遍它的核就比较小一点。这颗我是大的，还有像这颗糯米糍荔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果又稍微有点不一样了。然后它这个壳非常的小，肉质也比那个黑叶荔枝要好吃很多。然后像这2种桂味荔枝还有糯米糍荔枝呢，它都比黑叶荔枝肉啊跟甜味啊都要好吃很多，而且它的核都非常小，所以
那个黑叶荔枝更加没有竞争力了，甚至现在海南、广西那边呢，还出了一种没有核的荔枝。所以说这黑叶荔枝呢，基本可以确定已经被市场淘汰了。然后我妈呢，就打理了这几个小一点的黑叶荔枝，这样呢方便我们摘。其实是因为它的身高比较矮，然后留给自己吃。但是我们又吃不了那么多呢，所以我们今天摘一筐拿去卖，看今年的荔枝行情呢，一斤收购价能卖多少钱。操！怎么办？把这整棵树都摘下来了。这小俊哥太狠了。等我们去拿个那种，可以摘高一点的那些工具再来。我们不是故意的，它这个很脆，想拉下来再摘一下，它一拉就崩掉了。还有这个，如果想卖个好价钱呢，我们这样子还要再挑一下，把一些坏果摘掉，然后把这些枝搞小一点。以前我爷爷真的只有这种坏果，他才让我们吃。这些好果实他都全部都拿去卖。他每次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呢，就是说这种东西上火的不得了啊，把它卖了。买肉来吃多好，吃一颗荔枝可能会上火，吃很多荔枝反而不会上火。最好就是这样子，稍微带点叶的，这样子可以放得更久一点。好了，刚刚好一筐，希望我们这个荔枝的成色呢，可以卖多个几毛钱吧。看你的货，你就最多就是1块1发，最多给你1块。你看一下人家的货跟你的货对比一下，也差不多，他们只是外面摆的好看一点。你看这里，你看这里，没摆吧？我怎样吸的冰？刚刚我们那个一大筐，他拿去用到他们那种称了一下，他说就只有40斤，然后又说我们那个荔枝黑了不好看，然后才算我们1块2，总共就卖了45块钱。辛辛苦苦一个早上卖了45块钱。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被坑了。你说这种荔枝还有必要去打理吗？我觉得不如还拿给自己吃呢，自己吃还可以吃好久。45块，我那一大筐黑叶荔枝，竟然抵不过我手上这盘同样也没有好看到哪里去的荔枝，这一盘花了我70多块钱，这就是我都没吃过，我爷爷甚至都没听过的无核荔枝了。没有核的荔枝呢，这种不用说了，肯定就是人工嫁接或者培养出来的新品种。切开给大家看一下，小伙伴看一下，真的是一点核都没有。试一下它们的味道怎么样？其实呢，它核还是有的，只是真的非常的小，而且呢，由于它没有核，你看整个非常的软软的。不过味道方面呢，我觉得一般般吧。还有这个无核荔枝呢，相比这个糯米糍荔枝呢，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噱头而已。从口感上来说，我更喜欢这种糯米糍荔枝，这个真的确实是软趴趴的，真的只能说物以稀为贵。不过相比这种无核荔枝呢，一斤要卖到60、70块钱，所以从性价比上来说呢，这种黑叶荔枝呢还是非常划算的。所以外地的小伙伴们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多多支持这种黑叶荔枝。那小伙伴们，这种黑叶荔枝在你们当地一斤是卖多少钱呢？可以下方留言互动一下。还有下期视频有小伙伴想看鳄鱼，那么小伙伴们觉得他的提议好不好呢？如果好的话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